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邱明杰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影片，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，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我们现在人在茂林国家风景区，我们今天要骑茂林，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Go！ 茂林国家风景区，我们今天骑茂林。茂林算是高雄蛮热门的一个路线，风景很漂亮。我们要去多纳。茂林我们频道还没有来过，所以特地带大家来走走。刚才那个大门进去到茂林的底部多纳，大约有16公里，算是有点上上下下的丘陵地形。这边来骑很棒，自行车靠边，这有伸缩缝，这个伸缩缝还算蛮密的，不会怎样。然后一进来会有个上坡，这个溪不知道什么溪，你查一下这溪啊什么溪啊？浊口溪啊，浊水溪的浊，入口的口。这条溪叫浊口溪。茂林一进去就有个上坡，这个上坡如果来练的话也是很好练的。哦，有看老鹰吗？这边右转去情人谷好像有温泉呢。这边有个射日英雄，这边是路牌3.5公里处，我们要骑到16公里处到底。我们到多纳里还有11公里。这边如果认真来骑的话，这个 Strava 路段从刚才那个底部到底的多纳也很棒。欢迎光临万山里。这边叫万山啊，万山是茂林的一半。下坡路，茂林的地形就是这样，上上下下的，它不是整路爬，是有上坡下坡。这边停一下。茂林这边最有名的景点就是这个老鹰，很壮观哦。这边老鹰很多，因为这是峡谷地形，所以太阳出来的时候会有热对流效应。这边空气会从地往上冲嘛，老鹰就会利用热对流效应在上面翱翔，然后找猎物。这边中午过后看得到很多老鹰，现在早上7点多还看不到，应该再晚一点就看得到了。老鹰谷，下一个爬坡开始喽。这边是龙头山游戏区，上面不知道可不可以骑呢？骑下了。小盘哦，很陡啊。哇，这个地方叫旺夫崖。早期的多纳部落对外交通十分封闭，部落男人出外赚钱谋生，往返部落必须跋山涉水。旺夫崖因此是多纳妇女旺夫早归的眺望点。坐在制高点处凉亭是欣赏龙头山全景及多纳吊桥的最佳地点。忙里扎龟了。这个旺夫崖有一个故事，我跟各位分享。我很多年前有一天早上来这边拢绿灯，然后拢一拢，骑到这边就想睡觉，就在这个椅子上睡觉。然后在睡觉的同时呢，我脚踏车当然就靠在这边嘛，那我就睡觉，睡了大概半小时1小时，起床我要回家了。那结果呢，下去的时候发生了个悲剧，我这脚踏车的轮胎它整个爆框，整个炸出来哦。那时候是无内胎系统，那为什么会炸胎？因为我胎压打太高，打到120。那时候我们以前的观念是说胎压越高越好。我出门前我就把胎压打到120，然后因为热胀冷缩嘛，所以脚踏车在这边晒太阳，晒到那个里面的空气胀起来，然后你一骑它整个炸框。刚好这个是下坡嘛，嘣一声，那个嘣的声音是大到我会耳鸣这种。然后整个补胎一整个都喷光光，那好险人没事，它整个脱框啊，前轮只剩框。那时候我才知道啊，原来无内胎不能打胎压太高。那现在我当然都不用无内胎了，那我大概就打个90甚至80就够了。所以这边曾经发生过悲剧，所以长我跟你讲过吗？没有。很慌对啊，那个很恐怖呢。就下去没多少，就在这个陡坡这样子爆胎，整个脱框，然后你一整个炸开来，我就莫名其妙，我靠，那怎么救？整个框已经脱开了嘛。后来我就硬塞一条内胎进去，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啊，原来无内胎其实也是可以塞内胎的。所以我现在我不推荐无内胎，因为你无内胎你爆了，你还是要塞一条内胎，那你干嘛不一开始就用有内胎就好？那什么滚阻那些都差不多啦，我们乡民差不多啦，你会爆掉还是会爆掉，不会因为你滚阻低一点点而怎样啦。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所以我后来都用有内胎。悲剧还有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说你要休息干嘛的时候，脚踏车不要放在太阳底下。尽量不要，你就找个有阴影放。这个下坡很陡，往多纳吊桥700公尺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我们去多纳吊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人在多纳吊桥这边，跟各位介绍一下本部影片的赞助商 A 通。
也通。通穿戴式户外运动通讯器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通穿戴式户外运动通讯器，这个运作的原理是这样哦，它有这个骨传导耳机，这个骨传导，然后这边有麦克风可以发话，然后重点是这颗是接收器跟发射器。发射讯号是这边，它这个麦克风可以发话，按下去之后它就可以发话了。那我们平常骑乘很需要沟通的时候，就用这个会更清楚，比手机更方便了。有时候手机它要拿来拿去的很不方便，它可以连无限多个设备，这个按下去它就可以发射。那我跟苏玉文学长这边已经有做连线了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它这个有个麦克风的测试，有听到吗？有听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测试这样子 OK， 可是这么近不对啊。哦，这么近当然有效又清楚。这么近我用讲话就好了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测试它的距离。后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多纳大桥？我们来看看这个多纳大桥这么远的距离，它还可不可以收发好？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。这个多纳吊桥目测应该有200公尺到300公尺哦。不知道可不可以传这么远，我们试看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多纳吊桥的另外一边了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苏会长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测试。好，可以。你有拿摄影机照自己吗？有，目前摄影机开了，有照自己。Over。你昨天骑训练台2个小时是骑几瓦？昨天骑训练台2个小时，180瓦。这样大概是几分力 over？ 你讲完要讲 over 啦，不然我哪知道你有没有结束？大概是6、7分力 over。然后你是骑完训练台再带小孩出去玩，是不是 over？ 没错，骑完训练台再带小孩出去玩，因为带小孩出去玩强度还更高，所以早上骑训练台的时候要留一些高 over。这个蛮清楚的呢，你有觉得蛮清楚的吗 over？有啊，现在很清楚。现在我们距离大概有200-300公尺，声音还很清楚，没问题。Over。我们骑脚踏车通讯都很方便，你认同吗 ？Over。认同。如果骑乘中有什么状况，或者是要爆掉的时候，可以先讲，可以麻烦前面的收力或留高，等一下后面的车友。Over。你是说要开掉之前也要先报备就对了啊？我要开掉了，等我。对，没有错，要开掉要先报备，跟前面的讲一下。这个通哦，的确是体积比较大一点，可是它发射功率就大。你看传这么远都传得很清楚啊。所以在山区龙溜人的话，用这个真的是没有问题啦。对，而且这个有15个频道哦。你有没有看到你那个上面显示有15？就是这个频道要先对到了，那我们是第15频道了，这样对到就能发话了，而且它可以连接无限个设备，而且这个才3000多而已啊！你这个耳机呢，它其实也可以连手机，我们等一下再试看看，也可以连手机听音乐哦。哦，那真的是不错。好了，我们聊过了啦，那我要骑回去了 ，over。好，我们骑回去了。哇，这个吊桥看起来很刺激啊！我觉得这个蛮适合那种就是出来单车交友啊。可以在骑乘中讲一些干话啊，联络一下状况啊。其实比赛也可以啊，那种计时赛啊，要用对讲机的啊，用对讲机的也需要。然后我们在多纳大桥这边测试通这边的功能，紧接通哦，这个距离蛮远的哦。通常这种无线电它距离是个问题。那这个通它的距离够，它官方号称是2公里啦。那我们这样子实际测试一下，300-500公尺不是问题，空旷的地方的话不是问题啦，收发没问题，很清楚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往多纳迈进。通穿戴式户外运动通讯器，收音的部分是由骨传导耳机收音，发话的部分是由骨传导耳机的麦克风来发话。骨传导耳机音乐跟通讯可自动切换，非常方便跟实用的功能。这个骨传导耳机戴起来十分稳固，不容易掉，戴久也没有任何不适感。真心推荐通穿戴式户外运动通讯器。这个通它可以绑在车上，它还有一个发话钮，按这个也可以。它2个发话，一个是这个发话，然后一个是按这一颗发话，电力也蛮强的，电力融入那龙龟缸应该不是问题了。这个蛇头山观景台，多纳屯子驿古战场，多纳到了，我们到多纳了，我们去多纳温泉走走。这边是多纳温泉，以前这边有一个野溪温泉，现在已经没了，埋掉了。
因为莫拉克风灾的时候，把这边全部都冲掉。千算万算不知天意化，千胜满神大体几位，这边全部都埋掉。以前溪谷没这么高，然后莫拉克风灾一来，这个就把它埋掉了。我们发觉一件事情哦，这边看起来是露营的秘密基地哦，这边露营不会有人打扰哦，很安静哦，而且有水源，很方便。我刚才忘记跟各位讲到一个功能，它这个可以跟手机配对，这一组3000多块嘛，光这个骨传导耳机就只是3000多块了，很划算哦。你平常没用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耳机拿来跟手机连，然后听音乐，这没有问题，我试过了。骨传导耳机很方便，很划算。好，那我们就到底了。石茂林的底就是这边，就是多纳温泉。那我们就往外走了，前面右转了，右转哦，很陡哦，抄近路啊。这边就是多纳街上，这边有卖一些吃的。然后我们从多纳出来了，要回程了。看到老鹰楼，哦，超近的，很近哦。因为这边现在开始太阳大了，有热对流效应。哦，哇，帅啊，帅啊！老鹰在盘旋，老鹰在盘旋，你不要看它都闲闲没事呢，它是在看猎物。下面如果有被它的鹰眼看到猎物的话，它就下去就把猎物捕捉下来了，没有再客气了。路牌7公里，我们数到0就出去了。这个耳通对讲机，这个骨传导耳机这样戴久也没什么感觉，没什么感觉，很舒服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耳通的功能哦。哎，苏队长有听到吗？我们这样子骑的时候，那个风切声虽然有，可是还是听得蛮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声音很清楚。Over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测试一下骑乘的时候的风切声。你那边听得清楚吗 ？Over。很清楚啊，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是消防局，在前面是不是就是要下坡了 ？Over。目前应该就是一直下坡下到底。Over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下坡回家吧。Over， 拜拜。射日英雄。射日英雄是这个意思。本来有2个太阳啦，然后把一个太阳射下来。茂林这边其实很漂亮，而且也不会很难，没有一直爬坡，上上下下的看风景，很棒。哦，漂亮啊、哦！高132。苏队长，我们再做一次极限测试。我有个想法，你听看看。好，请说。这个耳通无线电吼，到底可以发射多远？这是我很好奇的一部分。有没有看到前面那座桥？我们来做一个实验，就你骑去那边呢，你每到一根电线杆就停下来，跟我确认一下，然后呢一直到最后那一根。这个目测可能有2公里了。好，我们最后就来对耳通做个测试看看。苏队长已经到指定的位置，现在应该在第3根或第4根电线杆了。有清楚吗 ？Over。哎，有呢，还蛮清楚的呢。你再持续往前走 ，Over。在2根电线杆的时候停一下，应该已经超出视线范围了。Over。好，那这个距离还蛮远。吊桥下面有一个红色的点，那是你吗？有，应该是你。有看到，有看到。你现在是站在桥的边缘吗？你手挥一下，你挥一下手，我看看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我挥手吗 ？Over。太小了啦，看不到啦。哎，好，那这个距离还蛮远，你应该是在桥的尽头了嘛，对不对 ？Over。现在大概在中后段了。不是、啊，以你可以看到吊桥的，看到我的位置的，是不是已经到底部了 ？Over。对，没有错，可以看到你的位置是已经在吊桥的已经在大桥的顶部了。Over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确认，这个如果中间没有障碍物的话，这个发话距离绝对有超过2公里哦。没错，目前这个距离声音还非常的清楚，反应也很灵敏。好，那我们耳通的对讲机测试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好了，你可以回来了。